Hello， 大家好，我是艺人，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要跟大家分享10个我最推荐音乐人的 APP。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APP 呢，有3个类型，分别是找寻乐谱、学习辅助及如何找到最丰富资源的 APP。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 APP 呢是 Fourscore。这个 App 呢是拿来读谱的。我大概从2016年开始呢，就用 iPad 读谱，在操作上非常的容易，而且它内含很多功能。你可以标记乐谱，写下自己的指法或注记，也可以归类档案夹。其中有一个功能呢是可以跳页乐谱，因应曲子的要求呢，如果有需要反复的话呢，你就可以用到那个功能。那如果你本身呢是有 pedal 就更好了，你可以用脚踏翻谱机器搭配使用。Fourscore 呢是我身边最多音乐家使用的 APP。如果你用电子档，你最后想要列印出来的话，那你只要输出 PDF 档就可以了。那 Fourscore 这个 App 现在是需要付费使用的。那我这边提供给大家另外一个替代方案，就是 Pianoscore， 它免费的版本就可以满足很多基本需求啦。第二个要跟大家分享的 App 呢，就是 Henley Library。Henley 是我很小也就很喜欢的一个乐谱版本，因为它的排版非常的漂亮，而且界面都非常的清楚。Henley 大概在2016年出了电子版本，那我本身非常喜欢它 App 设计，而且电子谱呢是比书本还要便宜许多。那在这边还有很多我很喜欢它的原因。第一就是 App 里面的排版其实跟原本的乐谱是一样的，中间空间有很多空位是可以让你注记。一些笔记。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它会不定期的更新一些演奏家的功法跟指法。那小提琴家呢，有包含 Julia Fisher、Eva Glamian， 还有 Auer 或者 Fritz Kreisler 等等的这些音乐家的指法。那我自己是觉得非常的有趣，因为你可以从一份乐谱里面去研究不同演奏家使用的指法跟功法等等。第4点呢，如果大家熟悉 Henley 的乐谱，一个乐谱里面呢会附2个一样的乐谱，一份呢就是纯粹的原点版，是没有任何功法或指法注记的；另外一份呢就是 Henley 自己邀请演奏家来提供他们的指法跟功法。那 App 就不用这么麻烦了，你只要靠一个开关就可以打开原点版或者是演奏家推荐的指法跟功法。最后呢，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功能，就是你可以用 Henley 的经典栏在电子谱上注记。喂，我觉得很棒啊，它是一个 big plus。Anyway， 这个 app 本身是免费的，它里面有提供一些免费的乐谱，先给大家自行操作。那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在资讯栏找到 app 的连结。再来就是 IMSLP， 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网站是可以免费寻找乐谱的。在这边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 IMSLP 找到的一些宝藏。在 IMSLP 里面呢，你会发现不同版本的乐谱，其中最让我惊喜的是，你可以找到作曲家亲笔修改的版本，像是贝多芬的弦乐4重奏 Opus 131。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下面会有一个 holograph manuscript， 那就是贝多芬的手稿。你可以从手稿里面发现一些非常人性化的东西。因为贝多芬毕竟离我们很远了嘛，所以呢，常常你会不觉得说他是一个人，你只是把他当作一个神在崇仰。但是呢，其实如果你看了他的手稿以后，你就会觉得他其实有非常人性化的一面。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呢，就是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在 IMSLP 里面你也可以找到这个 holograph manuscript， 还有它第一出版的版本，这都是可以在 IMSLP 上面免费阅读的。里面呢有一个版本是他会教你怎么看 Joachim 自己的注记，还有布拉姆斯本身的手稿。那其实在看这些珍贵的原稿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因为你可以看出作曲家之间的一些想法，还有他们如何去创作这个过程。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IMSLP 除了可以找寻这些免费的乐谱以外呢，它也有一些我们在 YouTube 或其他地方找不到的一些录音，大家不要错过这些珍贵的资源哦。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 App 叫 Scannable。Scannable 是一个扫描纸张的 APP。那市面上有非常多可以扫描的 APP， 但是呢，我特别喜欢这款，因为它非常容易操作。开始使用 iPad 读谱以后呢，我就会用
手机扫描一些纸本乐谱，那扫完以后直接 AirDrop 到 iPad， 然后 iPad 开启 Fourscore， 这一系列的方式，我是觉得使用上来非常的方便。那也是非常推荐给有在使用 iPad 读谱的人。接下来要推荐的这3个 App 呢，是来辅助学习的。第一个呢是 Tunable， 这个可能对学钢琴的人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它就是一个调音的 App。那我其实用过非常多用手机可以调音的 APP， 那这是我用过最好的一款。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很喜欢边开着练琴边看着 App， 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调音器非常的敏感，你可以以此观察自己抖音的音准跟频率。当然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调音啦。除了它基本的功能以外呢，它还有内建的节拍器，使用起来我也觉得非常方便，简单容易操作。下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其实就是节拍器的 App， 它叫 Tempo。我很喜欢这个 App 的界面，它非常的清楚又干净，没有其他有的没的。我觉得这个 App 最厉害的地方呢，是它可以操控非常复杂的节拍，比如说7/8或者5/8这样类型的拍子。如果你常会碰到这个类型的曲子的话，我就很建议可以用这个 App 来练习。里面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蛮特别的功能，就是你可以用它来操控，比如说有一段乐句是你需要从这个速度呢慢慢渐慢到另外一个速度，那你可以用这个 App 去操控。我也觉得这是这个 App 蛮有特色的一个地方。接下来这个 App 呢，我觉得很有趣，它叫 Forest。我很推荐这个 App 给容易因为手机而练琴分心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它就是一个让你专心的 App。那这个 App 你要怎么使用呢？假如你今天想要好好练琴50分钟，那我们就定好时间，就开始种树吧。当你专心了50分钟呢，都不碰手机，你就会发现你手机界面上呢种出了一棵小树。当你越种越多呢，它就会变成一片森林。这是我觉得真的非常可爱的一个地方。某方面呢，也让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最让我有感的功能是，你可以跟其他人一起种树。以前我在茱莉亚念书的时候呢，会跟我同学一起用这个 App， 然后我们在不同的琴房里面，然后各自呢种树练琴的意思。那我们就会设定好时间。那如果其中一个人呢不小心分心了碰了手机的话，那个树就种不成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可以发挥团队精神的一个 App。你可以透过这个 App 拥有意志力、专心的能力，一起完成你们想要完成的事情。这个 App 呢，我也非常推荐给在学习的小朋友们。如果爸爸妈妈头痛不知道怎么样小孩子专心练琴，或许可以用这个 App 来激励他们，告诉他们说，你只要练30分钟，你就会种出一棵小树哦。让他们专注练琴之后呢，可以看见小树长大的成果，或许也是一个很有效的方式哦。第8个要跟大家推荐的 App 呢，就是音乐人最必须要用的 App， 叫录音机。想当年我还很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可是花了很多钱买了 V8 啊，还有那个 Sony 的 MIDI 录音机，那都好贵哦。当时没想到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用手机就可以录音了。那这个 App 呢，我会推荐给大家，是因为我觉得它音质录起来还不错，那使用上也是非常的方便。我在考试啊或比赛前呢，我都会非常大量的使用录音机来录音，也是推荐给大家。那当然还有 Apple 里面自己内建的 Voice Memo， 我也常常会拿来录上课的内容啊等等的。那大家如果用到其他什么录音上非常好用的 App，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推荐给我哦。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呢，比较是寻找资源的 APP。那第一个呢，当然就是 YouTube。YouTube 呢，现在大家常常都在上面滑影片，但是其实有非常多的宝藏在 YouTube 上面。以前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或很多的钱才能够听到很好的音乐 CD， 现在 YouTube 上都找得到。给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像这张 CD， 这是一张黑胶唱片。那我会有这张，其实是因为我去一个很旧的图书馆，他们就是要清空他们的黑胶唱片区，然后我用好像
1块还2块美金买回来的。你想当年那个时候是必须要有一个黑胶的唱片机，然后买这么大一片的黑胶唱片，才能够听到 Rostropovich 拉的 Dvorak Cello Concerto， 在 YouTube 上就有了。所以呢，这个例子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YouTube 上有太多以前我们太难找的资源。当然还有一些我觉得很有宝藏型的影片，比如说我最近在网络上发现的 Bernstein 的指挥的影片。那当时他是在美国的一个电视台录的一个节目。那我其实一开始只是不小心看到，结果我就越看越入迷，就觉得他真的讲得太有趣了。我觉得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How it goes, da dee da dum, da dee da dum, da dum, so on. Now we are ready to conduct a full symphony orchestra in the Blue Danube Waltz. Here it goes. 1, 1, 1, 1. 另外还有呢，就是像海菲兹大师的大师班，你可以看到他当时是怎么样教他的学生，以及他是怎么样用魔鬼训练他的学生练音阶等等。You let down a little bit in here. That should go until you hit the two piano. So it's in here from. 放回去。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可以聆听音乐会的 App。这边呢，我想跟大家推荐3个。第一个是 Medici TV， 然后再来就是 Berlin Philharmonic， 还有 Met Opera on Demand。这些 App 呢，你可以聆听到非常多国外的音乐会跟表演，他们很多都是现场录音的，主要呢都是订阅付费制，毕竟大家也是买票进场听音乐会的。不过 App 里面呢，有一些内容是你只要创建账号就可以看的，比如说 Medici TV， 它的 Must See Replay 呢，几乎好像都可以免费观看。比如说像 Emerson String Quartet 这场呢，好像就是可以不用订阅就可以观看。再来就是 Berlin Philharmonic 的 App， 它的 Educational Programs 好像都是创建账号就可以观赏了，也是可以给大家先体验一下这些音乐会，然后再看看自己有没有兴趣再订阅。那喜欢看歌剧的人呢，一定不要错过就是 Met Opera on Demand， 他们的音乐会呢都有非常专业的团队在录音，画面都非常的精细，尤其越近代的影片呢就有 HD 的画质。Met Opera on Demand 呢，不是只有最近近代的音乐会而已，它还有非常多年以前的演出，比如说光莫扎特 Don Giovanni， 它就有1978年、1990年、2000，甚至到2016年不同的版本。哦，对，而且 Don Giovanni 在去年有了一个全新的布景，所以你可以看到不同年代、不同的布景、不同的演唱法，其实是非常非常有趣的。大家可以从里面学习到非常多。当然，在 App 里面是没有办法体验到音乐会的那种震撼的感觉，但是呢，在影片上他们是用非常非常近的镜头，所以你都可以看到那些演唱者的表情啊，他们的情绪啊，这些都是我觉得可以在影片上面观赏音乐会的特色，推荐给大家啦。那今天这支影片就到这里啦，你有什么推荐音乐人使用的 APP 吗？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那喜欢我的影片呢，请帮我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在资讯栏下面也可以找到我的个人 IG 跟脸书。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啦，拜拜。